大家好，我是超子。在烹饪当中离不开煎、炒、蒸、煮、炸，但是呢，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。比如说，为什么煨汤是后放盐，而卤菜却先放盐？为什么包菜要手撕，黄瓜要拍，土豆要用刀切？烹饪不是一门玄学，而是一门科学。烹饪过程中的变化其实是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。今天超子给大家分享几个烹饪中的小技巧。看完视频以后，保证对您的厨艺有所帮助，有所提高。第一个技巧是如何把肉炒得鲜嫩不柴。首先，我们切肉要顶丝切片，顺丝切丝。顶丝就是逆着肉的纹理，这样可以破坏肉的纤维组织。针对纤维太粗的牛肉，可以用刀背或者锤子把纤维锤烂。切好的肉丝、肉片先不要着急下锅炒，我们还要处理一下，这样才能更鲜嫩。可以放一点葱姜水或者料酒，再放一点底味，用筷子搅拌，使肉吸收水分。放一点干淀粉，给肉加个保护层，这就是上浆。这样炒制的时候可以防止肉的水分流失，做出来鲜嫩不柴。重点就在于保持水分，破坏纤维。酒店处理的话，一般都放嫩肉粉。嫩肉粉其实是安全的调料，主要成分是蛋白质酶，大多是从木瓜提取。不放心的同学可以用葱姜水、木瓜汁来代替。我们在炒肉的时候，经常遇到一个烦恼，就是粘锅、粘底。在制作之前，先锅烧空气，把锅彻底烧热，烧至冒烟以后，再放入1小勺油，润下锅。经过油润的锅又漂亮又不会粘锅，尤其是铁锅，在焯完水以后再炒菜特别容易粘锅，所以润锅这一步也不能少。热锅凉油，肉就不会粘锅，不会粘连，炒出来的肉就会非常滑嫩。第二个技巧，炒青菜怎么做才不会出水，吃着口感脆嫩？绿叶青菜是一种含水分特别多的食材，想要炒得脆嫩多汁，一定要大火快炒。一般家里面火力都比较小，家里面炒青菜一定要开到最大火。炒的时候尽量多放一点油，盐出锅之前再放，这样就不会出水。青菜不要炒得太老，炒到7、8成熟就可以了。等到装好盘上桌时，火候刚刚好。如果您实在是怕油多，装盘之前用罩里把汁水和油稍微漏一下，再装盘就可以了。第三个做菜技巧，关于料酒的使用。料酒可以用来腌制、焯水、炒菜，在烹饪中发挥很大的作用。料酒不仅可以去腥，还可以增香。我们在炒菜的时候要高温顺着锅边淋入料酒，这样腥味才能更好的挥发出来。不要把酒直接洒到菜上面，这样做出来的菜会有一股怪味。料酒是好东西，但是也有禁忌。一般调肉馅和蒸鱼千万不要放料酒。调肉馅放料酒的话，酒味挥发不出来，做出来味道非常不好。而蒸鱼料酒会掩盖鱼的鲜味，一般也不用放。第四个烹饪技巧，怎么把鱼汤熬白？我们在外面吃饭经常会发现餐馆里的鱼汤又浓又白，在家怎么做都做不出来，然后猜测是不是放了什么添加剂。要想汤白有3大要素：脂肪、蛋白质、大火。在制作鱼汤的时候，先把鱼煎至两面金黄。煎好的鱼加入开水，开大火炖，大火让油脂和水在蛋白质的作用下充分乳化，促成汤呈奶白色。有的朋友在炒菜的时候对小料葱、姜、蒜、花椒等等特别敏感，吃的时候也影响口感，但是不放又不香，该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把葱姜、大料、花椒制作成葱姜花椒水，可以用来炒菜、调肉馅等等，这样不仅不会影响口感，而且味道会更好。第5个技巧，炒菜的时候放调料的先后顺序，一般是炒完肉先给酱，不管是什么酱，只有经过油煸炒才会出香味。酱炒香以后再调色。烧制肉类的菜一定要加热水，不要加冷水，加冷水肉吃了腥而柴。炖肉的话，盐出锅前20分钟再放，卤肉的话盐要先放。第6个技巧，关于油的使用。一般我们常用的植物油、猪油、鸡油，这些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普通植物油色泽和味道比较淡，一般用来炒菜和炸东西。猪油固化以后呈白色，可以增鲜增香，可以用来炒各种青菜，有很浓厚的鲜香味。鸡油色泽黄亮，煨汤烧菜非常适合。单用荤油比较容易夺味，我一般喜欢荤素搭配。我们可以把植物油、猪油、鸡油混合在一起，比例是5:3:1，用调好的混合油炒菜，不仅好看，味道非常香。不信的话，您可以搭配起来用一下。炒的菜不好吃，您空手来找我。经常看我视频的同学可能会注意到，我在炒一些菜的时候，经常会烹锅边醋。很多朋友该问了，您放醋炒的菜不会酸吗？其实放醋不是为了增加酸味，而是解腻增香。
还有就是我炒菜的时候都习惯放一点白糖，很多时候放糖不是为了增加甜味，而是中和整道菜的味道。糖还有提鲜的作用。我们平时在炖一些肉类，比如说羊肉、牛肉的时候，最好是先泡下水，把血水泡出，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腥膻味。中国烹饪博大精深，我们还要不断的追求探索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在评论区吐槽留言。希望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。我负责分享干货，您负责观看点赞。大家可以收藏转发，让更多的朋友看到。感谢朋友们支持点赞，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。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